我现在是在火车上，今天坐的绿皮火车呢，带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辽宁葫芦岛绥中的城市建设，以及河北秦皇岛山海关的城市建设和风貌，看看这两个交界的地方有怎样的一个反差。眼下我们可以看得见啊，绥中的城市建设还是相当气派的，高楼还是特别的多，尤其是它新建的这个楼盘啊，建得特别的漂亮。绥中呢，它四季分明，截至2018年，它一共下辖了14个镇、11个乡，常住人口啊大概为60万人左右，总面积为2780.26平方千米。2019年获得中国最美县域榜单。绥中的地理位置非常好，与新城市相望，南边濒临渤海，西边与秦皇岛、山海关相连，自然资源十分的丰富，尤其是农业呀特别的发达，所以它这里整体的经济水平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尤其是它这里也是靠着海边嘛，也是一座非常美丽的滨海小城。同时呢，它也是地处辽宁省的最西部，也是整个辽宁的西大门，也有关外第一县之称。沿线铁路农村的景象啊，也是特别的漂亮。在绥中呢，也有着万里长城独一无二的水上长城——九门口长城。在2002年呢，这个九门口长城啊，还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，所以这个城市还是非常具有文化底蕴的。透过窗外呢，我们也能够明显感觉到它这里的天空是非常的湛蓝，尤其是想象着清澈的海水、松软的原生态沙滩、节奏悠慢的这种小城呢，所以说我还是非常向往这样的小城市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咱们就好好的欣赏一下绥中的农村风貌。欣赏完之后呢，就让大家一起看看河北山海关到底有怎样的一个反差。山海关啊，它这个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的好，它是连接东北与华北的咽喉要道，素有万里长城第一关之称。从沿线铁路上来看啊，它这里的城市建设也是相当的霸气，楼盘建得特别的漂亮。山海关它也是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，所以大家了解到山海关的，肯定是因为它这里的景点众多而了解的。尤其是它这里的名胜古迹啊，特别的多。咱们经常听过的孟姜女，没错，它这里的也是孟姜女文化之乡。它这里一共是下辖了3个镇和4个街道，常住人口还是比较少的，只有16.4万人。不过它这里获得的荣誉也是挺多的，在2020年呢，获得了中国礼仪100家县市，同年呢又获得了中国春季休闲100家县市，以及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名单。大家来到山海关呢，更多的是去山海关景区，它毕竟是国家5A级景点，所以这里的文化古迹呀，还是特别深厚的。毕竟山海关呢，它也是长城的起点嘛，中国4大名关，素有天下第一关之称。好，现在呢，咱们就话不多说，好好欣赏一下山海关壮美的风景。说实话，我被它这个自然资源所震撼到了，确实是山清水秀，特别漂亮。